根据媒体报道，近期爆发了今年来最激烈的外交战，且不是仅出现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而是在美国主导下针对俄罗斯多战场进行的外交战。且这场外交战并非是谴责、抗议、召唤大使就能体现的，美国最先使出极端手段，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且这种驱逐并不是带有试探性的那种小规模驱逐，而是大规模驱逐。据了解，美国一次性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更是制裁了40多个俄罗斯的实体和个人，还进行了金融绞杀。俄罗斯也是不会忍气吞声的，立刻以牙还牙，驱逐了10名美国外交官，还制裁了8个参与到反对俄罗斯中来的美国高官或是前高官，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境内。这还不算完，俄罗斯对于美国直接发起制裁的不满全部体现在了反制里。俄罗斯还限制美国再向俄罗斯派短期的外交官，只允许每年10人获得签证来到俄罗斯，且美国的外交使领馆只允许使用美国雇员。考虑到上一次拜登对于普京杀手的评价，俄罗斯不仅召回了驻美大使，俄罗斯外长还建议美国也将驻俄的大使都召回去，对他们彻底且严肃的会诊。对美国的态度有多么强硬，可见一斑。至于那些追随美国同样试图在俄罗斯身上动刀子的小国家，俄罗斯就更加不客气了。在美国制裁完俄罗斯之后，波兰跟上美国的步子，同样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立刻就予以了回应，将5名波兰外交官驱逐。而捷克同样卷入其中，捷克以7年前的一场军火库爆炸，将18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这自然也激起了俄罗斯的怒火。目前，俄罗斯已经暗示可能会关闭捷克驻俄罗斯的大使馆，将全部捷克外交官都驱逐。这场外交战因美国带头驱逐开始，不是孤立驱逐哪一个，而是一群一群的往回赶，可以说是今年最激烈的外交战了。然而，美国带头针对了俄罗斯，让其他小国效仿美国同样对付俄罗斯，却也是先一步怂了。根据媒体于4月17号的报道可以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了讲话，他们对俄罗斯的反制措施表示遗憾。虽然认为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行动是非常合适的，但也同样认为让这种制裁行为陷入循环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美国决定先保留回应的权利，也就是怂了，不跟俄罗斯继续玩制裁了。美国先一步怂了退了，这些曾跟随美国的小国可就尴尬了。面对俄罗斯的怒火，他们能否顶得住就是未知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海军出入我国周边海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带有挑衅的举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过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准备干预我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得不说，美国确实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模拟了一场东亚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和美国都卷入其中。据媒体报道，美国方面表示，美国空军在去年的时候模拟了一场在东亚地区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据了解，按照美国空军的兵棋推演，这场战争发生在2030年左右。根据美国军方的预测，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惨重，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最终还是获得了这场东亚大战的胜利。众所周知，美国在近几年的时候一直在进行着这些兵棋推演，但是美国军方在前面几次的兵棋推演中，最后的结果都是美军战败。那么美国军方这次兵棋推演的结果却不一样呢？经过相关的报道，我们可以得知，美国军方在这场兵棋推演中获胜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使用了一些外挂。在这场兵棋推演的战争中，美国军方配备了各种高科技武器，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设定拥有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有了这种系统之后，美国的海军、陆军以及空军将能够全部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美国军方在这场战争中的作战指挥效率将会有非常大的提升。不仅如此，美国军方在这次兵棋推演中还拥有其他的先进武器装备，比如说他们设定美国军方在这场战争中拥有第6代战斗机以及最新一代的 F-35 战斗机，以及能够携带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 F-15EX 战斗机。此外，美军还拥有各种先进的无人机。由此可见，美军在这次兵棋推演中是想强行战胜中国解放军。所以说，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是情有可原的，毕竟美军的确是太强大了。不得不说，美军确实有些异想天开。不说其他的，目前第6代战斗机准确的外观想象图都没有出来，美军怎么可能会在10年的时光里让第6代战斗机服役并取得战斗力？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美国军方为什么会在这场兵棋推演中强行战胜中国取得胜利呢？
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看法。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称，美国军方的这一做法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一些军费，毕竟他们在兵棋推演中所拥有的高科技武器都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来提供支持。说白了，美国军方的意图就是想要战胜中国，就必须要更多的军费，否则东亚大战美国只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说，美军的这一举动着实让人感到啼笑皆非。众所周知，美军总是喜欢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我国南部海域秀秀肌肉。然而，美军最近一次作秀表演却意外翻车，被美国媒体直接打脸，并指出其在我国周边海域搞武力干涉的致命缺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美国媒体福布斯网站近日报道称，4月12号，有4架美国空军的 F-16战斗机从日本三泽空军基地起飞，经过长途飞行，并从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上空飞过，最后到达南海，参加了美军在此展开的海空军联合演习。这本是一场被五角大楼视为对中方的武力震慑，但是没想到却被美国媒体打脸，称这次演习意外暴露出美军在南部海域作战的致命缺陷。因为在当天，美军4架 F-16战斗机从三泽基地出发，飞往南部海域的过程中，美国空军为了给其进行空中补给，出动了4架 KC-135加油机。这也就意味着，即使美军这4架 F-16战斗机拥有强悍的空中作战力量，能各自携带6枚空对空导弹，但是如果没有加油机的补给，那么这些作战能力根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因此，美媒做出假设，如果美军想要武力干涉台海问题，那么就需要出动数百架的空中加油机，才能保证美军战斗机拥有充沛的战斗力。但是这一结果很显然已经超出了美国空军的能力范围，而且还有美国空军官员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和中国在台海或者南部海域发生冲突，那么即使是美军先进的5代战机 F-35也难以发挥其核心作用，因为续航问题着实难以解决，所以美国空军只能指望海军来充当救火队，凭借航母的机动性和加油机的支援，为美军战斗机提供续航支持，从而保证这些战斗机拥有可持续战斗的能力。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一直在我国南部海域耀武扬威，但实际上却是纸老虎而已。现在美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军致命缺陷，我军或许能够做到一招制敌，那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针对美军的加油机或航母进行打击。因为一旦将美军的这些关键补给击毁，那么他们的战斗机就毫无威胁可言。而针对这些航母或加油机进行打击，对于我军目前用的远程打击手段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